这一集的精彩预告。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 Carl。就是12年前我得癌症，去年就开始吃东西比较有问题。我就读了一句 "If a problem can be solved, why worry? If a problem can be solved, worry is even more useless." 但是掉后面的头发，因为前面的胸毛它也不掉，然后我就想说，如果掉的话不是更好吗？我就不要花钱去做Brazilian wax啊。不是老 Uncle 播客嘉宾所发表的观点、意见及陈述，仅代表其个人立场，并不一定代表 Authentic Legacy Media 的官方立场或政策。所以你现在的身体是什么状况？在这状况就是比较有挑战性吧，因为我现在已经是9个月没吃东西了，因为我现在之前因为我得癌症，你现在你是得到了癌症是吧？没有，就是12年前我得癌症。哦，12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可是因为我做化疗和电疗，所以那时候的我已经是做完了全部的那些治疗，然后可是因为电疗是在我的颈部，所以变成说我就是越老，我的这边的那些肌肉啊、那些筋线这些全部都损坏了，所以变成到去年就开始吃东西比较有问题，就是吞咽的时候也比较有问题，就变得不会吃东西。请问你今年几岁？我45，所以你得癌症的时候是33， 33，然后就已经差不多算是12年吧，12年过去了，然后就慢慢间接的感觉到我这边慢慢的退化，所以退化到一个程度，现在是没有办法吃东西，因为吃东西呢，就算吞得进去，它跑去肺里面，它不是跑去那个肠里面，所以因为呼吸管道是跟吃饭的管道是通用的，至少有一个地方会分叉。它有2个管道，就是如果你吞不到胃的话，它就会变成肺的管道。因为它到了一个地方的时候，它会分叉。所以如果它分叉的地方的话，它的那个开关不对的话，它就会下到错误的那个管道去。对，所以医生是建议我说直接装一个，就是一个 tube， 就是 pad， 就是 pad tube，就直接把食物直接放进去那个肠胃里面，就变成说我不会跑去肺，对，我是 pad tuber， 我希望人家会知道什么是 pad tuber。所以这个是直接联系到你的胃，对，所以它人灌进去的时候都是液体类的，牛奶啊 ，OK， 果汁啊，水啊，所以在增肌这一方面会有问题吗？会muscle 应该没有问题，可是因为现在我也是很懒，我就是有时候很累，一直很累，所以我没办法去做一点运动，要不然的话其实是可以调的，就是这些 muscle 这些，所以不一定会越来越瘦。如果真的是有出力的话，就也可以还是可以增肌。如果继续吃下去的话，我是不会瘦的。那当年12年前的时候是怎么发现的？所以我才发现就是我讲说我的颈项嘛，就是有一个肿瘤，就是蛮大的一个肿瘤浮上来啊，你就会摸到，是一直摸到，摸到，然后就觉得有点奇怪哦，然后就跑去那个医院里面做检查，做那个 biopsy， 然后就发现原来是恶性的肿瘤，然后就变成说一定要做治疗。现在那个肿瘤其实是在喉咙的部位，对，所以那时候喉咙跟鼻腔的部位，对，因为喉咙跟鼻腔是连接的嘛，所以你在做电疗的时候，其实你的电疗也是在辐射你的那些耳朵啊、鼻子这边的一些有关联的一些器官，也没有感觉到累，也没有感觉到任何的，没有累，没有痛，就是说做 biopsy， 然后就觉得说，这是一个恶性肿瘤，然后那时候的我其实是，那时候的我应该是33岁吧。然后觉得我还没有这么悲观，可是我最悲观的是，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很活泼很搞笑很幽默的人。然后第一次我发现我要 share 这个消息给我的朋友给每个人的时候，每个人都开始哭了。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好像我是一个会带快乐给人，可是我不喜欢带就是这种伤悲的东西给人，所以你自己本身发现的时候，医生跟你讲的时候，你完全没有反应。
我的反应就是我们该做什么？然后那医生就跟我说OK， 我们的那个报告出来了，就代表说你其实得癌症第三期，3B 吧，3B 第3期，然后就说你现在要做什么？我感觉是很平静的，我就是跟他说是这样，现在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所以我其实一直都是用一个很理智的方面去看，虽然当时候会有一点点自我可怜的一种状态，怎么33岁这么快就中这种东西啊？癌症啊，33是蛮年轻的，然后就变成说我会可怜自己吧，然后当时哭了，我就读了一句 Shantideva 的一个我不懂中文叫什么，可是它的英文是这样讲，就你看可以翻译，就是 If a problem can be solved, why worry? If a problem can be solved, worrying is even more useless. 所以我就不哭了。所以如果有一个问题可以解决的话，那为什么还要担心？可是问题不可以解决的话，你担心不是过于吗？对所以我就不哭了。但是我就不会这样。但是反而更让你困扰的是，因为你不想把坏的消息带给别人。我瞒了很久，就是我妈妈那边我也不敢直接跟她讲，我瞒了很久，我就差不多1个星期。所以你妈几时知道的？你妈几时知道的？1个星期后。OK。我先跟我妹妹讲先，因为我要她在我这边，就是帮我，你懂吗？所以就是我妹妹先知道，然后就她还知道。然后我朋友是比较晚知道吧，就我不想开口，所以我开口的时候我也不敢。你爸那个时候已经不在世了吗？他也在，所以我很多内疚就是在那时候我的癌症，他得肺痨病，同时，所以我不可以住在一个家，所以我要搬出去住，所以我在搬出去住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跟他交流，所以那时候他很突然的去世，所以我没有办法在他旁边，我就没有办法在旁边，所以就那时候就内疚感比较重，一锅接一锅，你说呢？所以他肺痨了过后就不久就走了吗？他挣扎了差不多1年多，因为肺痨病是一个比较慢性的一种疾病，对吗？所以他就是在做治疗的时候，做完治疗的时候，我本身的免疫系统又很低因为我刚做完化疗，要做完电疗，所以就是说我就回去，我很怕我的免疫系统会被感染到，所以我差不多整1年多没有回家，没有看到他。化疗的时候，的免疫系统是最差的啦。没有看到他，我搬出去嘛。所以你化疗了，你觉得身体真的看得出有变化的时候应该是化疗过后吧？没有，在化疗中间就头发就掉啊。OK。对，我希望全部掉到完了，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很 hairy 的人，可是他没有他就掉后面的头发，那么前面的胸毛他也不掉。我就想说，如果掉的话不是更好吗？我就不要花钱去做Brazilian wax啊，他不掉啊，真是的，气死我了。我就很想知道，你其实得了癌症过后，那个时候你才33，还是要赚钱啊。家里还是家用还是需要。很幸运的，我有买保险。OK。所以他比较帮我负担了一些，就是生活上的需要。OK。但是工作上还有做啊，我就得癌症的时候还在做啊。你是在帮别人做吗？还是已经是自雇了？已经是自雇了。我已经是 freelance， 我是自助人士了，所以就那时候还有做设计，所以我就会比较选择做哪一方面的设计，跟哪一种客户，就我会挑客户。但是我看你的网站太多元了我的设计吗？因为你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你都在做。除了你的设计以外呢，你还有做好像演戏啦、写书啦，对，还有现在还在做导游啊，对啊，而且 Rainbow D 你还在帮人家训练怎么做导游啊，对呀，所以其实蛮好奇的，你一个人是怎么
怎么弄到这么多不一样的东西？我一定要有兴趣，我如果没有兴趣的话，我不会做。所以这一点就有很大的激发了，就是你要有兴趣，你要有那个热忱，因为你没有这热忱的话，就是中间会很苦很累。如果你没有这热忱的话，它不能帮你走到最后。所以我的出发点，我的目标要明确，然后我知道我要这样做的话，我就会一直冲去做。我会安排时间，这一次我就做好这一个东西，这一次我做好这一个东西，所以我不会说把很多东西一起放在一起。我比较专注的去一个一个做。你生病的时候，你就已经在做这么多工作了吗？减少，慢慢减少。就是有这么多不一样的东西。那时候的我，开始写的时候，是因为我在写一个 blog，因为那时候我没有办法跟每个朋友解释一下我的处境，所以我就想blog 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我写了之后，你要知道我现在过得怎么样，你就可以去读我的 blog。所以我之前开始写的 blog 是 Dear Tumor， 亲爱的肿瘤先生，所以我以一个方法，怎么样跟我的肿瘤说话。所以我就开始了这个 blog，就是怎么样开始跟我的肿瘤认识、说话，然后就变成一个 blog series，然后最后这个 blog 就变成了我的第二本书，就是 Monkey 开锁猴上，所以它本身是猴子，猴子叫 Monkey 嘛，对，可是它又是一个和尚。OK， 所以它是一个 monk， 可是它的名字叫 Key 所以它就是开锁猴上。Okay, so it's a monkey. It's a monkey. Who's a monk? Who's a monk, but it's also a monkey. Okay， 然后呢？我就出了那本书啊，然后就每个人觉得说，哇，真的是以比较自己风趣，可是以一个比较内心跟佛学的一个交流吧，就是一个思维，就是去 contemplate，就是去了解到底你在发生什么事情，佛学的角度去认知现在的苦。所以那个时候你觉得对你来说做工是一种抒发吧？是一个就是他 distract 我，他就是不会，他就是把我不会一直在把我自己的心境放在我的本身病痛的身上，它其实是一个 distraction， 他就把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就会尽量，因为人的思维是这样的，恨跟贪不可以在一起的，他的思维你不可以把恨和贪同时在一起的，它一定是一个 emotion， 然后换了变一个 emotion。所以当我在设计的时候，我只是把我的痛苦换成了，就是我在 focus 在我的我的 design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抒发。所以有时候你就只能专注在某一个情绪上面，对，所以没有办法同时有两个情绪，没有办法。OK。所以工作 design 就把我的那些情绪放在一边，然后就变成在 focus 我自己的工作。那如果我们的听众想要雇佣你的话，要怎么办？email 我下面 email 好，可以，我们特别会帮你打下去。Kyle@cornell.com。那其实你对其他的有受到癌症困扰的一些病人，他们的家属，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有关工作这方面？我在我的书里提到一个东西，叫做，因为我的本身那本书是开始都是写英语的，所以它有一句话叫做 concern fusion， 就是 concern and confuse， 就是你关心，可是你又心乱，因为它的出发点是好的，你要去吃这个东西啊，他们讲可以抗癌啊，你要去做这个东西啊，看看你在生病的时候，你有很多人一直在你旁边，一直跟你讲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没有神奇妙丹呢，不是每个方法都可以用，所以弄到很乱。所以你们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不要把你的关心变成混乱混淆，你的亲人也好，你的癌症病人也好，因为这样的话你会多加他的痛苦。
你可以做的就是尽量的陪伴他，尽量的听他的需要，因为那时候他有可能心理上比较复杂，他没有办法去解释给你听，你只可以陪伴他，自己不要就是以一种很像你自己是一个医生啊，你是一个专家，就是那种邻居都会跑过来跟你讲，哇，你要去吃那个soursop，那叫什么？红毛榴莲，红毛榴莲的叶子啊，的茶啊，太多东西了，很乱，陪伴他，还有时候给他一点空间，不要24小时一直盯着他，会吓人的。就把它当成是日常吧。对，把它当成是日常，你越去重视他有病，对吗？他越觉得他有病，所以你就把它当成是一个很普通的日常事情来看，不要去把它变大，不要把问题变大。你都有问题，你都已经病了嘛，对吗？你能做的就是什么？就是听医生的吩咐，做好你本身的治疗。其他的，你觉得你自己本身就是癌症病人，你觉得你本身需要找另外一种治疗，你相信另外一种治疗，另外一种方法，你要去试，你去试啊。可是你是因为你自己要，而不是每个人叫你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个。那你觉得佛教对你来说，在这整段过程当中，它是扮演着怎么样的一种角色？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当你在得癌症的时候，你一定会想到死，对吗？你看了很多电影也好啊，看了很多那种悲伤的连续剧也好啊，只要一个有癌症，那整部戏就是很多哭点啊，干嘛耶？就是干嘛要做的这么惨呢？你看我还不是活生生的还在这一边吗？就是很多人就是一直有一种很悲观的想法，就是只要是癌症就是很不好的东西。可是它跟每个人生病的过程是一样的，你发烧啊，你咳嗽啊，你伤风啊，你都是要去做治疗，你都是要下，你就是吃药，对吗？可是唯一不一样就是它的病状嘛，对吗？所以你如果一直是想到我会死啊，我会怎么样，你不会觉得你活得更没有意义吗？更辛苦吗？就是你哭再多也好，你在 complain 啊，在骂这个世界的不公平也好，他还是不会医好你的病啊，他不会医好你。如果骂人可以骂到医好的病，我会去骂人啊，他不会啊。哭多一点会医好的病，我去哭啊，不会啊，不可能啊。就变成说你自己本身要去了解这个死这方面的对你来说的意义在哪里。就算真的要死，你要怎样活？所以你就要就是去探讨一些佛学，就是给了我答案。所以对你来说，死的意义是在哪里？死的意义就是看你怎么活啊。就是如果我这一生我活的，作为一个儿子，作为一个哥哥，作为一个朋友，作为一个陌生人，该做的一些人要做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回馈啊，一些人生跟人之间的交流啊，我如果是做到很好，不会后悔，没有欠人，没有说做一些谋财利益的东西，我就是可以这么，我就是应该可以快乐死去啊，就是我就没有牵挂，因为你已经不拖不欠啊，你没有去拖累人，你没有去欠谁，就算明天死的话，我是死的开心，因为我觉得我没有一些后悔啊，或者是什么。所以现在你往后看的时候，你觉得你有这么多不一样的贡献，有哪一些是对你来说是你觉得最有影响力的一些 projects？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我本身一直都不觉得我达到一种成就或者什么，可是我觉得就是我本身活的就是刚刚好就对了。可是我现在很喜欢写，那因为出了很多书啊，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治疗吧，一种 therapy。因为我觉得说，我把我的人生经验，我再去探讨，去看那时候的我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啊，就是还是
遇到某些事情啊，遇到某些人啊，给我的启发，我很想把它写出来，因为我觉得它是对我来说修行的一种过程，就是我可以把我本身的修养怎么慢慢的写出来，看回去我到底学了什么东西，我到底领悟了什么东西。所以我现在如果说要达到一种成就感的话，就是我真的很想出多一点，就是关于佛学跟同志有关的人生经验，就是我本身的人生经验起伏应该算是比较大吧，所以我真的很想把我下一步的人生就是放在写作，尤其是在佛教心理学，就是我想把一些我感受的佛教心理学帮助我的、我学过的、我认知的，我想把它写出来。那你现在已经准备了多少？我7月去了清迈，住了一个小屋子，在那边逗留了差不多2个礼拜。这2个礼拜我写了3本书，所以这3本书2本是以不同的角度去看人生的，第3本就比较emo一点，就是我自己在写一些佛学的一些诗啊 poetry，然后我就把我的人生的一些观点放在那些 poetry 里面，然后我就现在就是等到11月，因为我生日要到了嘛，11月我就想说把它放出来，我跟人家分享，是在网上？在网上。OK，所以没有打算要出版实体的啦。现在是1部，可是我觉得11月开始，我觉得我应该会印刷，然后就会出版这些书，然后想就是把我下一步的人生真的很正式的跟大家说，我现在写作了，就是我是设计师，可是我也是一个作者，所以就变成说，我现在想把我自己会设计的东西放在我的书上面，因为我本身也是设计师嘛，所以书我自己设计，而且你设计的东西非常漂亮。谢谢。待会请你吃饭，然后就真的是想把这些东西放出来，就是因为本身身体状况会越来越艰难，所以我只可以在幕后，在幕前有可能会比较少，所以就变成说我在想，如果过了5年10年，如果我不能动的话，我不能说话的话，我应该怎么做呢？所以就是幕后，就是把这些东西留下来，然后再继续的传播吧。那如果他们对你的书有兴趣的话，因为这一集出去的时候，应该是已经出了吧？出了吧？是11月吗？应该超过。往下地址 ，OK， 网址 www.dharmaqueen.com。好，没问题。好，那我们会去试着去，还会推销啊，还不要脸的，这光明正大的推销。但是如果你现在呢，要给我们的听众一些最后的一些感想的话，你会觉得你想要告诉他们什么东西？我觉得我本身的 motto 吧，就是我自己本身的标本，就是我觉得如果每天活在这世界上，可是我没有办法去逗一个人笑啊，没有办法去关心一个人啊，没有办法去爱护一个人的话，就是每天如果我起来了，可是我没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东西的话，我觉得很没有意义。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活着，不管今天心情怎么样，过得怎么样不好，你都有那个能力去爱别人。所以就是每天可以起来的话，对着一个人笑也好啊，是把一些比较爱心的东西播出去给别人也好，这样的话，我觉得每一天我的人生就会比较多一点点的意义。OK， 所以现在呢，我们差不多已经到结尾喽。但是我们还有最后一个环节，所以呢，为了你呢，我今天准备了一样东西，就是呢，来代表一下对你的感谢，因为它是彩虹色的，Rainbow， 所以也是代表着同志。然后它刚好是一个头巾，也可以做那个围巾，对。所以围巾的话，刚好是围住你的脖子，
所以也是跟你的喉咙跟你的癌症有关，所以非常谢谢你。谢谢而且今天我觉你。得这个很配合你的那个衣服。对，我现在就穿上去给你们看了，你知道吗？真的很可爱。哇，Alvin，谢谢你给我这次机会。谢谢你也上我的节目，也谢谢我的观众朋友。希望你们也是觉得这样的一个话题是你们非常享受的。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也记得订阅、按赞、分享。好，谢谢大家，拜拜，拜拜拜拜。谢谢你们的观看。没有你们的支持，我们就无法做出更多更精彩的内容给大家。请记得按赞、分享和订阅我们的频道。你也可以参加我们的 Telegram 群组哦。下一集的精彩内容。And today we have Vinod with us. He's the director of Allegro Ventures Private Limited. AI is definitely transforming the entire job industry right now. Is the one that a lot of people are complaining that my handphone is eavesdropping on me sort of thing? Yes, that is yes. But not everyone really understands what generative AI is. What's generative AI actually? So generative AI is